Hello， 大家好。这一盆叶唇兰我已经养了有3年多了，还没有给它分过盆。这一盆叶唇兰是用陶粒种植，杯子底下是有洞的，根看上去长得还可以，现在已经长满了整一盆。发现很多球茎因为水分不够已经枯萎了，所以今天就决定来给它分盆吧。用陶粒种植的好处就是非常容易脱盆，一点难度都没有。看看这些球茎是因为水分不足而枯萎了，因为杯子太小了。好可惜，这一大株都干死掉。我试一下看能不能把它掰开。按照叶唇兰的生长特性，应该不难把它掰开吧。它的生长是由每一个球茎然后往上长，也就是说每一株都是由一个球茎发展下去的。左右拧一下，它已经差不多松开了。叶唇兰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椰子兰，是因为它的花香像奶油的香味。好了，第一半已经掰开了，接下来就应该容易多了吧。叶唇兰的繁殖可以通过2种方法，第一就是分株，第二就是扦插。扦插就更加简单，直接把一个假鳞茎剪下来，放水里面，或者是用泥土种起来也就可以了。去年我做过一个扦插的视频，也相当的成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我的频道看一下那个视频。好了，这一盆叶唇兰就分成了7小块。这个干扁的假鳞茎就不要了吧。根看上去还是挺健康的，我也不需要给它冲洗这些根了，就直接种起来。这一株有高有低，种起来会不是那么好看，还是把它分2株吧。看能不能把它掰开，还是剪掉好了。分了7株就可以种7盆了。有几位朋友等我分株等了很久了，检查一下有没有烂根或者是烂的假鳞茎。整体来说，这一盆叶唇兰还是非常健康。这一株有一点太高了，还是把它剪开吧。除了因为太干而死掉的那几个假鳞茎之外呢，其他看上去都是非常健康的植株。根部这个地方之前也放过一点水苔，所以呢，尽量把这些旧的水苔也清理一下。好了，根已经修理过，现在就来给它们重新上盆。我是在杯子底下面用了1层陶粒，然后今天的植料就是水苔跟树皮，是用1层水苔1层树皮的种植方法。叶唇兰喜欢高温度、高湿度、高光线、高肥料的生长环境。采用的植料最好是保水性强的植料，所以这一次我是用了水苔、树皮来种植。之前我用陶粒种植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因为桃粒它的吸水性没那么好，所以要经常给它补水，费很多时间。有人用桃粒半水培的方法种植叶唇兰也是非常成功。所以说没有万能的植料，也没有万万不能的植料，只要控制好浇水，也就用什么植料都是可以的。今天我用水苔树皮来种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叶唇兰对肥料的要求比较高。桃粒是无机质料，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硬质料，它对水分的吸收没那么强，肥料水浇下去就马上会流失了。水苔树皮是有机质料，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软质料，它们的保水性比较好，肥料水浇下去，水分的流失会慢一点，这样更有利于根部对营养的吸收。叶唇兰对温度的要求比较高，夏天30-40度对它来说还是可以忍受的。它对光线的要求也是比较高，差不多是石斛兰对光线的要求一样。只要不是直接暴晒在太阳底下，夏天放外面有遮阴的地方还是可以的。它对水分的要求也比较高，它要求它的植料一直都要保持是湿润的。现在我用水苔种植，如果发现水苔已经半干了，就开始给它浇水，不能等水苔完全干了才给它浇水。如果发现假鳞茎有皱皱的现象出现，就马上需要给它补水了。特别是在它的积极生长期，它的积极生长期是春夏秋3个季节，在这3个季节，水分一定要充足，肥料每周都需要给它施肥，阳光一定要高光。光线不足会直接导致它不开花或者是少开花。在它的花期，浇水就要稍微的控制一下。好了，这7盆已经重新上盆。这一盆因为是没有根，所以我用的植料就是 peat moss 跟一点树皮。现在就可以给它们浇水，浇水一定要全部浇透，把它们放到阴凉的地方，大概1个星期左右，等它们长稳定了，就可以正常的晒太阳，正常的浇水施肥了。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观看，祝大家养兰愉快，拜拜。